2026年1月2號焦點新聞，新年快樂！微軟最新呢份2026年 AI 七大趨勢報告，其實係同大家講，由而家到2026 AI 唔再只係一件工具，而係會正式入職變成你身邊嗰個長期合作嘅數碼同事，幫你做晒重複、繁瑣同高計算量嘅工序，你就專心做決策、創意同溝通。到咗嗰個位，成個職場生產模式、科研同基建都會出現一個好關鍵嘅轉折點，對打工仔、企業同投資部署都係一個要提早諗定嘅新局。報告講到第一個大方向就係工作模式會被 AI 重新洗牌，所謂 AI 代理 AI agents 唔再係而家咁。你要佢做乜就打一個 prompt， 而係變成長駐喺你團隊入邊嘅數碼同事，長期幫你跟進項目、處理資料、寫內容、整報告，甚至記住團隊嘅背景同習慣，主動提醒 deadline、提出方案，令到細 team 都好似有多幾個資深助理一齊開工。呢種合作唔係要取代人，而係拉高人類嘅上限。人負責定方向、拍板，用 judgment AI。責執行同運算，將一啲以往要幾日幾個人夾手夾腳先做完嘅嘢，壓縮到幾個鐘，甚至更短。但係當 AI 真係入職做同事，報告都好清楚講，第二個大趨勢就係安全同保障要升級，唔再係今日呢種有事先補鑊。微軟強調，企業要喺系統層面加多重保護，好似幫 AI 代理設好權限、審計軌跡、數據分層存取，再加自動化風險監測同防禦機制，應付日益複雜嘅網絡攻擊同利用 AI 嘅攻擊手法，避免啲聰明代理俾人利用或者自己出錯，拉低成個組織風險管理。呢個位咧，對金融機構、政府部門、醫療、供應鏈呢啲高敏感行業咧，影響會特別大，因為一旦泄密或者決策錯誤咧，代價可以好誇張。所以點樣喺放權俾 AI 同設限保護之間拎平衡，會係未來幾年管理層好頭痕但又避唔到嘅題目。第三個新重點咧，就係 AI 喺醫療同公共健康上面嘅角色會再拉高一級，由輔助工具變成醫療系統嘅重要前線 triage 夥伴。報告提到啦，世衛預計到2030年，全世界會有大約45億人面臨醫療人手不足嘅問題。而家已經有 AI 工具每日處理超過5000萬次健康諮詢，幫人做初步評估，指引下一步應該睇醫生，照咩檢查。等到真正見到醫護人員嘅時候，成個流程已經被整理好，同時幫醫生減壓。向前望多2年，呢啲系統會再深度參與，由症狀描述到病歷分析、治療方案建議，以至長期慢性病監察同預警，AI 都會參一腳。目標係喺醫護嚴重短缺嘅情況之下，仍然維持到基本診斷同跟進嘅質素，尤其係偏遠地區或者高壓醫療系統入邊。第四個趨勢咧係科學研究會出現一個幾戲劇性嘅加速。AI 唔再淨係幫你睇多啲 data， 而係由提假設、設計實驗、管理數據，到同研究人員一齊解讀結果，通通參與。尤其是係氣候模型啦、材料設計啦、藥物開發啦，呢啲要處理超大規模模擬同組合爆發嘅領域，AI 可以喺背後幫你跑無數個假如，揀出最有機會成功嗰幾條路，再交俾人類專家深挖，令到突破由撞彩變成有系統咁縮窄範圍。呢種 AI 加科學嘅組合，亦都係微軟形容嘅另一個關鍵轉折。未來科學發現嘅方式會比起前幾十年有質變，唔再係單純靠人力累積，而係同超級運算、量子計算同 AI 一齊交織，出現一啲以前連諗都未諗過嘅材料同解決方案。講到超級運算咧，就去到第5個趨勢 ，AI 基礎設施會由傳統一啲大 data center 演化成全球分佈式嘅運算超級工廠網絡，專門為 AI 模型同代理提供算力、儲存同網絡容量。呢種新架構一方面可以提升效率、攤薄成本，另一方面亦都可以將訓練同推理更貼近用家同數據來源，例如喺唔同地區設邊緣節點，減低延遲同跨境數據合規壓力。
對啲要求實時反應嘅 AI 應用，例如工業控制啊、即時翻譯、智能城市系統等等，都係好關鍵。企業層面呢個走向，亦都意味住未來你設計產品同服務，唔係淨係諗上雲，而係要諗點樣善用呢啲 AI，專用基建喺成本、性能、數據主權三方面度到最啱自己場景嘅部署組合。第六個大方向係軟件開發，去到2026 AI 對程式碼嘅理解會由而家只係幫你寫一段、補一行，變成對成個程式庫嘅歷史同脈絡都有記憶同洞察。報告提到一個概念叫程式庫智能，意思係 AI 可以讀懂唔同模組之間嘅依賴關係，過往修改記錄常見錯誤 pattern，繼而喺你寫曲嘅時候預先提出更準確嘅建議。甚至喺不變成 production 事故之前呢，就已經自動偵測同修正啦。呢個轉變會令到開發團隊嘅工作方式大改，新手可以靠 AI 補自己唔熟嘅 stack， 資深工程師可以專注架構設計同長遠技術決策，整體交付週期縮短。同時，軟件品質因為有持續嘅自動化 code review 同測試建議而變得更穩定。佢最後一個趨勢係被形容為混合運算時代，量子運算開始實際融入 AI 同超級計算，組成一個混合系統，處理啲傳統電腦好難搞、好耗時嘅難題。呢種組合喺材料科學、藥物設計、供應鏈優化、金融風險建模等等領域，尤其有爆發力。用簡單講法，就係將爆炸式組合嘅問題拆俾量子同傳統電腦各自發揮所長。再由 AI 喺中間做協調同結果解讀，變成企業可以真係落地用嘅方案，而唔再係停留喺實驗室 demo。咁呢度亦都同前面講嘅科研加速互相呼應，量子加 AI 加超算會變成某啲行業嘅新三件頭。邊間公司或者邊個國家可以最早玩得成熟，就喺新一輪技術競賽入面拋離其他對手。佢講完呢7個較新鮮面向2026嘅重點，其實都係建立喺近幾年大家已經感受到嘅幾個大方向上面，只不過而家由趨勢行緊去拐點。微軟份報告一路以嚟都堅持一個主軸， AI 嘅角色唔係取代人，而係放大人嘅能力，尤其係團隊協作、創意發揮同複雜問題解決，透過人類加 AI 合作，令細團隊都可以做本來只係大企業先玩得起嘅項目。呢種放大效應前幾年已經喺內容創作、程式開發、行銷企劃嗰啲位置逐步浮現。而家份2026前瞻就係將呢種放大，由幾個工種推到成個組織層面同埋產業結構上面呢。佢一路由2023、2024開始 ，AI 逐漸融入辦公軟件、客服系統、數據分析同創作工具，已經令唔少人改變工作流程。例如用生成式 AI 起草電郵、寫 proposal 初稿、做簡報骨架啊，或者用 Copilot 幫手寫程式啊、查 log 啊、做 API 整合啦。當時大家仲會問會唔會取代到我啊？準唔準喺公司用啊？數據會唔會俾人拎走啊？呢啲問題呢，促使科技巨頭呢一路加強合規、安全、私隱同治理框架。而今次微軟喺2026 7大趨勢入邊，將呢啲安全同信任要求正式寫成 AI 代理加入職場之前必備嘅條件。亦即係話，過去幾年嘅試驗期灰色地帶會慢慢收窄，換嚟係一套相對成熟嘅企業級 AI 管理方法，方便大規模部署。佢同一時間，社會一路都喺辯論 AI 會唔會造成泡沫，估值係咪過高，實際生產力提升追唔追得上資本市場嘅故事。但越嚟越多報告指出，真正嘅革命好多時唔係喺你眼前見到嘅華麗界面，而係藏喺生產流程、供應鏈優化、能源調度、科研 pipeline 呢啲後台位。今次微軟提出嘅7大趨勢咧，其實亦都係將視野由前端應用咧推到後面嗰幾層，基建、科學、量子、開發文化、醫療體系結構呢啲全部都唔係短期內好易俾你喺 KPI 上面量度嘅。但係一旦成型，就會成為未來10年競爭力嘅底層條件。呢
呢啲背景如果配合埋市場上預測2026年會係一個整合之年，好多企業會選擇穩陣咁消化前幾年嘅投資，同時繼續加碼喺自主智能、Agentic AI 呢類可以實際帶動生產力嘅方向，其實同微軟呢份前瞻描繪出嘅路線係互相呼應。佢總結嚟講，由而家數到去2026，重點唔再係 AI 有幾勁，而係點樣同呢個新同事一齊開工，又唔會搞到公司內部法規、風險管理全面失控。微軟用七大趨勢講清楚，工作模式、保障機制、醫療系統、科研路徑、基建佈局、開發文化同混合運算，都會喺2、3年內迎來一個關鍵轉折。而家開始諗、開始試、開始制定規則嘅個人同組織，會喺拐點度嘅時候，企喺一個幾有利嘅位置上邊。